大家好，我是小蔬果，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柿子的营养价值与功效。柿子这个在秋冬季节随处可见的水果，不仅香甜多汁，深受大家喜爱，而且营养价值极高。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碘、钙等营养成分，其矿物质含量甚至超过了苹果、梨、桃等常见水果。从中医角度看，柿子具有润肺化痰、清热生津、健脾益胃和凉血止血等多种功效，对预防心血管硬化也有一定效果，特别适合高血压患者、痔疮出血患者和便秘患者食用。由于是与柿谐音，古人便将诸多喜庆、吉祥的内涵融入其中，比如事事如意、事事安顺等，让这个普通的水果也充满了文化气息。痰血与柿子的化痰功效。在深入探讨柿子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个中医里最常见的病症——痰血。中医有句老话，百病多因痰作祟，痰血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医家为之头疼的病症。它不仅多变，而且常常难以诊治，所诱发的病邪也多以疑难杂症为主。中医里的痰血分为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两种。我们平时可以吐出来的痰属于有形之痰，而无形之痰则储积在身体脏腑内部，比如常见的眩晕、癫痫等，都有可能是内在无形之痰所造成的。形成痰液的脏腑主要有3个：肺、脾、肾。肺为储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肾为生痰之本。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具有运化水湿的效果。如果脾主运化的职能出现异常，就会导致水湿泛滥，最终诱发痰湿。而肾脏则是因为肾阳不足，水液不能被及时蒸化，进而导致痰血。在很多医书中都曾明确提出，柿子具有化痰的效果。这里的化痰主要是针对因肺腑机能失常以及气机燥热过重所引起的痰血。简单来说，柿子是通过润肺和润燥来化解体内的痰血的。从中医角度来说，柿子也算是一味中药，药性味道干涩、性凉，主要归入心、肺、大肠经，具有清热润肺、生津解毒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柿子的润肺化痰主要是针对燥热咳嗽，因为在秋冬季节，气候比较干燥，燥邪一旦伤及脏腑，就很容易引起燥热咳嗽。燥热咳嗽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就是干咳，有时候没有痰，或者痰液比较少，甚至在嗨出的痰液里带有血丝。更为严重的患者还会在咳嗽时出现胸部疼痛不适，而这个时候其实可以通过食用柿子来缓解。市面上常见的柿子种类。现如今市面上常见的柿子大致分为3种：柿饼、柿双饼和普通柿子。柿饼具有养阴润肺的效果，还能健脾补胃、润肺涩肠，同时可以治疗肝疾、疮等病症。柿双饼表面有一层白白的物质，这种物质在《本草纲目》里就有记载，具有生津化痰、清上焦心肺热邪的作用，可以治疗咽喉、口舌疮痛。普通柿子适合直接食用，口感香甜多汁，营养丰富。俗话说一个柿子10副药，秋冬吃它准没错，可见它的养生防病价值很高。不过，柿子虽然作用好，但也过犹不及，不宜多吃，它也有很多食用禁忌，吃错了会对你的健康造成危害。柿子的食用禁忌。禁忌1，不宜空腹吃。柿子中含有大量的柿胶，柿胶遇酸就会凝结成块。当空腹吃进大量柿子时，柿子中的柿胶就会与胃酸在胃内凝结成硬块。这些硬块越积越大，至无法排出，医学上叫做胃柿石病。胃柿石病的症状包括腹部有沉重感、胀满、恶心、呕吐，甚至可呕血。在柿子的刺激下，还可能产生慢性胃炎、胃溃疡和胃功能紊乱。因此，柿子一次不宜多吃，也不宜空腹使用，最好在饭后食用，这样就不容易导致胃柿石。禁忌2，未成熟的柿子不能吃。柿子没完全成熟时，它的果肉中含有大量的鞣酸，有很强的收敛性，它能够刺激口腔内的触觉神经末梢，产生兴奋而有涩的感觉，导致口感不好。
鞣酸含量高时，鞣酸进入人体后，在胃酸的作用下能与蛋白质结合，成为不溶于水的沉淀物鞣酸蛋白。当沉淀物大量形成时，就可形成像石块一样的硬物，对人体有害。禁忌3：柿子要去皮吃，柿子中的鞣酸成分绝大部分都集中在皮里面，因此柿子皮中的鞣酸要高于柿子肉。如果经常将柿子连皮一起吃，那么就容易形成胃柿石。就算是经过脱色处理，也很难将其中的鞣酸全部脱尽。尤其是脱色工艺不完善时，其皮中含的鞣酸更多，连皮一起吃的话，也容易形成胃柿石。禁忌4：柿子不要和海鲜同吃，吃柿子的时候，最好不要食用高蛋白的食物，如虾、蟹、鱼类等。因为这些食物中的高蛋白在鞣酸的作用下，很容易就会凝结成为不容消化的硬块，导致体内结石的产生，还会使人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禁忌5：糖尿病患者不能吃柿子，柿子的营养价值很高，但它的糖分比一般的水果高1到2倍左右，而且大多是简单的双糖和单糖，很容易使血糖升高。因此，糖尿病患者和血糖高的人群食用柿子对健康不利，食用后可能会影响血糖的控制。适量食用柿子对身体有益，但需要注意避免过量食用和空腹食用，特别是糖尿病患者和消化系统疾病患者更需谨慎。此外，外感咳嗽以及痰湿内成之咳嗽者也不宜食用。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最后也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是小蔬果，我们下期见。